我是个假千金，顶替了甄少爷的位置。甄少爷回归的第一天，就想逼迫父母让我滚出去，谁知见到我后，甄少爷却扑通跪下了。他仰着头哭得像个开水壶。宝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全家面面相觑，我虎躯一震。这个甄少爷怎么和被我甩的前男友长得一模一样？被爷爷电话告知不是沈家亲生时，我刚买下600瓦的凤尾胸针。听完爷爷的话，我大脑直接宕机了。所以那个甄少爷已经在家坐下了。爷爷叹口气，语气中带着怜悯。那孩子我见过了，是个有手段的死绿茶，凭你的脑子估计赢不了。真扎心，不愧是我爷爷。我挂掉电话，猛踩油门跑回家。张妈开门见识我，迅速拦在我面前。小姐，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我听着客厅里其乐融融的谈话，其中还有我妈满意的笑声，顿时心中一沉。作为高干世家，家族极其注重血缘关系。此前20年，我作为家族唯一嫡长女，一直被我爸妈当成继承人培养，他们甚至还为我谈了一门联姻，助推家族稳固。但现在，这时手机弹出一条信息：沈周周，明天见个面，聊一下退婚的事。居然是那个极少联系的联姻对象魏叔。我轻叹口气，打了个好，家门还没进，退婚先上门了。我正要迈步往里走，里面传来了甄少爷的声音。毕竟血浓于水，于情于理都该让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。爸妈觉得呢？他声音低沉平稳，带着不可抗拒的冷漠，但仔细听还有些耳熟。我爸妈犹豫了片刻，可周周他毕竟跟了我们20多年。甄少爷再次开口，习惯就好了，他早晚都要离开的不是吗？难道要一直瞒着他，最后让他恨你们吗？爷爷说的没错，这个甄少爷是个绿茶软刀子，3言2语就攻破了我爸妈的心理防线。至于他的房间改成杂物间如何？眼不见心不想。听到这话，我彻底站不住了。我拨开佣人，咬牙走进来。爸妈，家里来客人了。爸妈见到我下意识心虚对视，最终还是我妈狠下心起身拉着我的手。周周啊，其实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。我爸赶忙把甄少爷拉起来，这是你的哥哥秦时业，你们先认识认识，培养一下感情。秦时业，我眼皮一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眼前的甄少爷缓缓转身，露出那张我死都忘不掉的帅脸。我被雷劈似的僵在了原地。这不是我在海外留学时死缠烂打要跟我结婚，最后被我甩了的千亿身价前男友吗？见到我的第一眼，原本咄咄逼人的秦时业眼神瞬间变了，他先是诧异，继而演变成了狂喜，双眼都像在散发某种绿光。我跟秦时业的相识始于我见色起意。那年我出国研学，他是 A 市的商界新秀，从不近女色。为了聊到他，我面试进了他的公司，成为了他的助理。那时我才明白，秦时业不是不近女色，他就是个毫无生活、冷淡枯燥的工作机器，任由我穿着性感包臀短裙使出浑身解数，他的眼神依旧粘在那些复杂的文件上。终于某天晚上，我开车送他回家，没忍住问老板，除了工作，你难道就不想点夜生活吗？秦时业终于舍得抬头看我一眼，比如我兴奋起来连连道，飙车啊，是西边有一个飙车赛，要不要去？秦时业不字还没说出口，我就一脚油门飞了出去。飙车场，各种车子飞速向前奔驰，所有人都在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。我穿着粉色包臀短裙，踩着一双恨天高下车，跟车中的秦时业对视。老板，感觉如何？秦时业矜持的下车，给我披上了他的外套，还不错，嘴上一贯冷淡，但他的眼睛里满是炽热。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，我们会在周末相约飙车，在玫瑰花海前接吻，一切都很完美。直到他拿着戒指和公司转让协议跪在我面前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玩脱了。天打的狗男人居然跟恋爱脑，玩玩而已，怎么还认真了呢？吓得我留下一句腻了，连夜买了机票飞回国。视线回笼，我神色复杂的盯着眼前的秦时业，早知他是我爸妈的亲儿子，打死我当初也不会撩拨他。秦时业直勾勾望着我，我嘴角抽搐，下意识退后。说实话，比起前男友，我还不如跟不认识的甄少爷相处。打定主意，我装作善解人意，爸妈，哥哥说的对，我还是出去住一段时间吧，你们也好培养一下感情。我妈跟秦时业同时开口，不行。秦时业声音急切，上前就拉我的手，宝宝，现在的酒店很不卫生，外面也不安全，你身体还容易过敏，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办？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堆，把我爸妈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我瞪他一眼，狠狠使了个眼色，秦时业这才冷静下来，他矜持的轻咳一声，示意我妈先说。我妈张口，发现话都被秦时业说完了，半天他才憋出一句，是啊，还是家里舒服。我揶揄道，别啊，我总不能睡在杂物间吧？秦时业瞳孔一缩，他脸色煞白，看起来快要碎了。宝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想睡在杂物间，杂物间小又有安全感，我非常喜欢。爸妈原地石化，这孩子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气氛僵持之际，张妈当机立断，抱着秦时业带来的东西就向上跑。我现在就去给少爷收拾杂物间。我扶额叹了口气，叫住了张妈，把楼上第3间卧室收拾出来吧。朝阳又敞亮的卧室，秦时业一向喜欢。果不其然，秦时业一听是我的吩咐，欢喜的从张妈手上夺过行李，小跑上楼收拾东西。见状，我爸妈同时松口气，他们拉着我坐在沙发上。我妈说，当年她和我亲生父母同一天生产，事后安排在了同一个产房，结果护士报错了。她还说我亲生父母家境不太好。周周，小叶以前过得比较穷苦，见识也短缺，你多担待些。我一脸震惊，等会谁穷？他在海外的身价都到1000亿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秦时业虽然常年顶着一张冰山脸，但在名利场上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有段时间我一直背后骂他冰山大绿茶，想来他完全是在卖残哄骗爸妈，为了更快的把假千金赶出门去。但没想到我就是那个假千金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都是秦时业那张脸。这时房门突然开了一条缝，秦时业鬼鬼祟祟拿个搓衣板走到我身前，扑通跪了上去。我嘴角抽了抽，起身要拉他起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原本冷峻的男人哭得像个200斤的孩子。宝宝，我有错，我忏悔。宝宝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我不要家产的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无奈叹气，怎么过了1年还是那死德行？我把他开水壶似的声音捂住，你真是我爸妈的儿子。秦时业顺势握住我的手，是。可当我问到自己亲生父母时，他眼神闪躲，最后只说一句，宝宝，你的父母虽然都是商贩，但他们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可我再继续问，他却不愿意说了。我有些烦躁，顺势把他推出了门。大晚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秦时业1步3回头，磨磨蹭蹭的走了。他走了，我却整晚没睡着。第2天，我驱车来到与魏叔约定的餐厅，
魏叔见到我，第一句就是取消婚约，我爽快的同意了。本来也只是联姻没什么感情，见我同意，他却一脸怜悯。沈周周，你也不必伤心，毕竟以我的身份，你现在是高攀不起的。我懒得理他，起身要走。魏叔又道，不过我妈说了，她不介意你做小。靠！我揉了揉背，磕疼膝盖。你妈挺开明啊。魏叔撩撩头发，油腻的邪魅一笑，刚要继续说，眼神却看向我身后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头，桌上的水杯就被人拿起泼了魏叔一脸。秦时夜冷漠的站在我身旁，满脸怒气。他骂完滚，还不忘心疼的帮我揉膝盖，嘴里宝宝宝宝的哄着。魏叔瞬间破防了。好你个沈周周，跟我联姻，居然还有个姘头，你信不信我告诉你爸妈，我可听说沈家真正的少爷从进门就想把你赶出去。秦时夜瞪大眼睛，将桌子上的一壶水全泼在他的头上。你信口雌黄。他又紧张的看向我，匆忙解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是他胡说。魏叔气的脸都绿了，他颤颤巍巍指着我俩，姘头，你们等着，宝宝，你这个未婚夫小脑萎缩，还是选我吧。回家的一路上，秦时夜都在拿魏叔做比较，我坐在车里闭目养神，时不时敷衍的嗯一声。就在方才，我的手机传来了几十条消息轰炸。沈大小姐，采访一下做假千金是什么体验？不是吧，你假千金还在外面搞姘头啊？一看就是魏叔恶意散播出去的。沈魏两家家世相当，朋友大多都是一个圈子的，一点破事转眼传得尽人皆知，我实在心烦，直接将手机关机，对秦时夜问，你的认亲会是在这周五吗？秦时夜道生事，还对我眨眨眼睛，我准备在那场宴会上给宝宝一个惊喜。惊喜？以我对这货的了解，我怎么感觉是惊吓呢？秦时夜的这场认亲会，我爸妈非常的重视，邀请的都是名利场的豪门权贵，是铁了心要给秦时夜铺路。晚宴上，我穿着一袭晚礼服埋头吃蛋糕，少了沈家真千金这一身份，众人都默契的避开了我。秦时夜跟在我身边，兢兢业业给我拿吃的。魏叔走过来，见我俩在一起，撇着嘴阴阳怪气，沈周周，沈家大少爷的认亲会，你带着个姘头过来也不嫌丢人。他的声音很大，让周边许多暗暗吃瓜的群众视线都落到我和秦时夜身上。秦时夜慢条斯理的给我擦了擦嘴角，不是姘头，是名正言顺的老公。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魏叔更是瞪大眼睛，他憋红了脸，跟我联姻，还明目张胆出轨，你们等着，等沈家少爷出来，我一定让他把你们赶出去。秦时夜冲他礼貌点头，转头就骂了一句脑残。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嚣，我爸妈迎着人群走了过来，小叶，周周，快到这来。我跟秦时夜一眼走过去，这时吃瓜群众隐隐察觉出了不对劲，只见我爸春光满面，指着秦时夜介绍，这就是我沈家的儿子秦时夜，还有我的女儿沈周周。吃瓜群众石化了，魏叔裂开了，他不可置信指着我俩，满是错愕和不解。我爸说完，将话筒递给了秦时夜，秦时夜淡漠着脸，简单做了自我介绍，接着面色柔和下来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要宣布一个决定，我放弃做沈家继承人。瞬间，大厅一片死寂，沈家唯一的嫡子宣布退出，还有谁能继承家业啊？众人的目光直勾勾看向我，我爸妈懵了，我也懵了，我伸手拽拽他，小声道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沈家对你打通国内市场很有帮助。秦时夜却一脸无所谓，本就是为了找到你才打算开辟国内市场的。我哽了一下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好在我爸妈心大，泪眼婆娑地说，我俩兄妹感情真好，只有底下的人觉得我俩像在调情。我爸眼神复杂，但迅速接受了现状，他拍拍秦时夜的肩膀，转头对我说，以后沈家的未来就交给周周了。我在心里骂了秦时夜800多遍，好不容易把这些产业甩给他，我能到处浪了，现在又回到了我手上。而台下我的前联姻对象魏叔，一改之前的趾高气扬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算计。人群散去后，我立刻逮住我爸妈细问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就这么答应了？我爸嘿嘿一笑，你去退婚那天，小叶说他有一点点产业，他想自己做大做强。秦时夜将自己生意场上的心得简单汇总给了夫妻俩，他们惊觉秦时夜是个人才，不学就会一点即通。等小叶功成名就，沈家又有你这个自小培养的掌权人，你俩一起做大做强，为我老沈家更创辉煌。所以这老两口现在还不知道，秦时夜口中的那一点点产业，实际上占据了 A 市半条财富的命脉。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宴会厅中的一对外国夫妻认出了我和秦时夜，他们惊喜地走到我俩身边，完全忽略了我爸妈。秦先生，自1年前的经贸会议后，我们很久没见过面了，沈助理居然也在这，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，你们的感情和1年前一样好。和蔼的外国老先生真诚表达着对我和秦时夜的尊重。秦时夜又变成了名利场上的冰山脸，跟老先生畅谈国际商界局势，我则对老夫人表达了关怀。我爸妈的动作逐渐僵硬，他们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可置信。送走这对外国夫妇后，秦时夜被我爸拽走了，留下我妈阴恻恻地看着我。我知道我俩那脸是瞒不住了，心虚地躲避他的视线。我妈拍拍桌子气愤道，沈周周，你好好跟我解释一下。我摸着鼻子解释，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秦时夜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前男友。我妈草率地回忆了一下，她想起我1年前匆匆回国，说在国外聊了个1000亿身家的总裁，结果完脱了，总裁现在还要把公司继承给我。我妈当时还觉得挺可惜，说这个总裁要是能来国内，她也不是不能考虑给我换个联姻。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我妈捶胸顿足，悲痛万分，早知道你跟小叶能好上，当初在产房就该定个娃娃亲，不愧是我脑回路清奇的妈。我松口气，在宴会厅环视一圈，怎么没见爷爷来？几天前去陪你秦爷爷了，没来得及回来。我瞬间了然，秦爷爷是个孤寡老先生，空有富的流油的公司却没人继承，对去卖煎饼果子的儿子和摆摊卖水果的儿媳，各种恨铁不成钢。这时魏叔的出现打断了我儿时的回忆，他走过来笑得非常谄媚，伯母周周，有关联姻的事。我妈见到他，脸色顿时黑了下来。虽说我不是沈家的真千金，但前2天还没开认亲会，魏叔就恨不得甩牛皮糖一样把我甩开，还在圈内给我各种造谣，流言就是条阴风，不可避免地吹到了我妈耳朵里。魏叔舔着脸搓搓手，那天我只是和周周开的玩笑，联姻怎能说退就退呢？我还是很喜欢周周的。我膈应的后退了一步，抱歉，我不收垃圾。魏叔却自信一笑，无视了我的讥讽，没事，我爹是个开明的人，他不介意我做小。我跟我妈的酒同时卡在了嗓子眼里，你爹真开明呢。魏叔还要说什么，却看到秦时夜挡在我面前，原本就冷脸，此时更像个移动冰柜。魏先生，作为
作为正宫，我要提醒你，长得丑就别想得美，沈家不是垃圾场，什么脏东西都要。看着秦时夜的酒杯，魏叔下意识退后一步，以免再次被泼到。但想到秦时夜空有少爷之名，却没有家产继承，魏叔又支棱了。秦时夜是吧？你现在就是个挂名的少爷，有个屁用！我们家可是做国际商贸的，你拿什么资本跟我比？我妈跟看傻子似的看他，别提多后悔当初跟魏家联姻了。气氛僵持时，魏叔的父亲挺直腰板走了过来，他听到亲儿子被欺负，立马过来护犊子。可他话还没说出口，只瞥了一眼秦时夜，霎时脸色大变。秦先生。随后他按着魏叔的脑袋，给秦时夜鞠了一躬，对于我儿的无礼行为深感抱歉，我立刻回去收拾他。秦先生莫要介怀。说罢，魏父揪着魏叔的耳朵死死向外拽。魏叔发出了杀猪的叫声：爸，咱家不是很牛吗？让我去跟他一决高下。远处传来魏父气急败坏的声音：一决你爹，你是想让咱家国外生意破产是吗？经此一幕，秦时夜瞬间成名，这些世家都不是傻子，通过魏叔和魏父杀猪般的对话，也能猜出秦时夜背后还有更大的海外产业。对此他们眼红的咬着手绢，为何沈家就这么好命？晚宴结束后，我回到房间正要洗漱，秦时夜大摇大摆地推开门，紧紧地抱住我，怅然若失地叹着气，感受着他耳边的呼吸。我没来由一个机灵，出去被爸妈看见像什么样子？秦时夜轻笑一声，示意我转头去看。我余光看去，发现我爸妈正扒在门缝处往里看，见我看过来，两口子立刻姨母笑地离开了。我无奈摇摇头，你有什么事？秦时夜靠着我，语中带着委屈，宝宝，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求婚？是看不上我的公司吗？这个问题秦时夜纠结了整整1年，所以他化动力为事业，努力让自己的产业更上一层楼。我有口难言，总不能说我就是馋你身子，不是，毕竟当时我有未婚夫。秦时夜眼睛红了，他极度的面目扭曲，我这就把那个姓魏的嘎了。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老婆这么惦记着，他不会真要做小上尉吧？这样一想，秦时夜更疯了，我连忙拉住他，索性摊牌，我就是馋你身子而已，又不是想结婚，慢慢腻了就没新鲜感了啊。秦时夜冷静下来，认真思考，我明白了，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决绝的转身就走，只留下了一脸懵的我。不是，你明白什么了？后来我总算知道秦时夜明白什么了，他脱掉了一板一眼的西装，换上了各种时尚光鲜的潮服，每天像个开屏的孔雀在我眼前晃悠，每次洗完澡后必给我展现他的双开门8块腹肌外加公狗腰。秦时夜裹着浴巾，双手撑墙把我围在里面，宝宝，你不是馋我身子吗？喜欢吗？好吧，我有罪，我忏悔。我眼珠乱瞟，不争气的咽了咽口水。秦时夜靠近我，在我唇边喃语：饿了，吃吗？吃，不吃是傻子。久违的新鲜感又占领了我的智商高地，恋爱就恋爱吧，就当亲上加亲了。就在我俩重回热恋期时，爷爷回来了，我俩买着礼品去看他，没想到秦爷爷也在，两个老爷子正在下象棋，见我们来了，纷纷喜笑颜开。周周这么多年没见，都长这么大。秦爷爷感叹了一番，又看向秦时夜，这就是刚认回来的小子吧？长得确实风流倜傥。说完颇为羡慕地对爷爷道：孙子孙女齐全了，便宜了你这老头子。爷爷傲娇地抬了抬头，带着关切地问秦时夜：小叶啊，周周的亲生父母现在如何了？说到这我也有些好奇，你当时跟我说爸妈是商贩。秦时夜没有反驳，摸摸我的头才开口：爸爸是路边卖煎饼果子的，妈妈是摆摊卖水果的，普通小康家庭，其实也很幸福。秦时夜说完，我和我爷爷还有秦爷爷全都傻了，这套配置实在太耳熟了。秦时夜不懂我们为什么这种表情，是我的话有什么问题吗？爷爷突然惊叫一声，不可置信指着秦时夜：小叶，你姓秦，你爹是不是也姓秦？秦时夜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，不然呢？一向沉稳的秦爷爷颤抖着双手，孩子，你这个爹是不是叫秦安？秦时夜瞳孔骤缩，他的大脑飞速旋转，眼见着面前的老人目光湿润，瞬间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秦时夜不由轻笑出声，世界还真是小。秦爷爷声音沙哑，双手颤颤巍巍，那周周不就是？我同样震惊地看着秦爷爷，那我不就是秦爷爷的孙女，我的大孙女爱，让爷爷好好抱抱。秦爷爷一把扔掉拐棍，给我来了一个窒息的拥抱，他又以同样的拥抱回给了秦时夜。爷爷的大孙子，这些年你跟在他们身边真是受苦了。这下轮到我爷爷小脑萎缩了，爷爷反应过来，气愤地用拐棍挑开两方距离，你个死老头，这是我的孙子孙女。两个爷爷就谁是谁孙女，谁是谁孙子吵了起来。他们这一架足足吵了半个小时，握手言和时还有些不服气。秦爷爷怜爱地看着我们，我明天就开个宴会，把我秦家后继有人的事情公之于众。说完，秦爷爷又想起他那个儿子和儿媳，他冷脸拄着拐杖别扭地问：小叶，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？秦时夜垂下眼眸，酝酿了一番才开口：爸妈在我6岁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。这件事秦时夜没有告诉过我。我震惊地看向他，素未谋面的父母让我心底泛起了酸涩。良久，秦爷爷低声问：出车祸死的？秦时夜点了点头，轻声开口：去摆摊的时候一起。胡说！秦爷爷突如其来的严厉把现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他眼眶通红，煎饼摊在西头，卖水果在东头，他俩怎么一起出的车祸？秦时夜没有办法，只好交代了实情。秦家3代从商，到我亲爸这却生出了个另类，他放弃了家里优越的生活，拍拍屁股去警校了，最后还跟校花好上了。进入警局后，他们拿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卧底，谁料就在他们处理身份时我临盆了，我妈只得匆匆生下我，就跟我爸离开了，想着处理好身份问题再回来接我。就在那时，护士把我和秦时夜报错了，那是亲民面的菜市场，实际是个黑窝点，造假洗钱诈骗早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。我亲爸在西头摊煎饼果子，我亲妈带着秦时夜在东头卖水果，也许是有小孩子的缘故，菜市场的老大对我亲妈松懈不少。秦爷爷一开始有派人暗中盯着，后来见他们迟迟不愿意回来，一气之下也不跟了。他们暴露身份时，秦时夜刚好6岁。宝贝，很抱歉爸爸妈妈不能继续陪你了，但你相信我们是爱你的。我亲妈把秦时夜交给了一对国外夫妇手上，让他去往国外，那才是真正安全的地方。秦时夜长大后一直照顾到外国夫妇去世，拿着家中的钱一步步创业，才有了现在的地位。至于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早就在那场卧底行动中牺牲了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归处，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。这才是秦时夜一直不愿告诉我的真正原因。我的心头像是被攥紧，有些喘不上来气，大抵是血浓于水吧。我想
想见他们，见见亲生父母的样子。秦时夜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轻轻的哄，对不起宝宝，因为事情的特殊性，我没有他们的照片，会被寻仇。秦时夜又道，宝宝多照照镜子吧，你跟妈妈长得很像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，默默点了点头。秦爷爷拄着拐杖，眼眶湿润的在一旁喃喃自语，这该死的臭小子。当秦老爷子公开宣布我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孙女时，各大世家已经妈了。不是，沈周周到底是走了什么好运气？这天杀的运气什么时候轮到我？我以为经过一番认亲，我和秦时夜的未来就会一帆顺遂，却不想该来的还是会来。这天我刚从医院体检出来，秦时夜就给我打电话，神神秘秘的说他给我准备了惊喜，宝宝你快回家，我等着你呢。我边应声边准备上车，这时后视镜上突然出现一个面目狰狞的男人，我还没来得及转头，就被他一棍打晕在地。再次睁眼时，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内，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手里握着把枪。见我醒来，迅速顶住我的额头，你就是秦安的孩子，我怎么记得是个小男孩？我瞳孔一缩，瞬间反应过来，这就是当年害死我亲爸妈的凶手。我努力装作镇定，谁是秦安？黑老大见我一脸无辜，动作有些迟疑，难道抓错了？身后的小弟卑躬屈膝的解释，血液结果比对100，刚从医院拿的新鲜报告，不会错的。黑老大冷笑一声，看我的眼神愈发冰冷。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聊天界面显示秦时夜。黑老大接通了，你这个男朋友挺爱你啊，我说要600万，他都没犹豫就去取了。他一把挂断秦时夜的电话，蹲下身来，恶狠狠盯着我。小孩，我奉劝你别耍什么花招，你爸妈折了我那么多兄弟，等我拿了钱，你们谁都别想活。我的心狠狠沉了下来，我装作无所谓，满脸好奇的打量他。在此之前，我可以问你些问题吗？你们从哪得来我的血样？你放心，我只想死得明白些。黑老大不屑地看着我，你在哪体检的？我心下明白，看来医院内部跟他们还有串通。我不动声色，继续跟他唠嗑。听说当年那场打得挺激烈啊，可以让我听听你活下来的英勇事迹吗？黑老大一愣，随即嘴角上扬，倒也不用这么赞美我，算了，反正你也快死了，跟你说说也无妨。他把我的椅子转了个圈，伸手让我看破旧玻璃下的村庄，看到了吗？我终于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了，是在离市中心100里外的远郊地区。这地方人烟稀少，马路又宽，是以前我经常跟朋友一起飙车的地带。黑老大一脸骄傲，老子逃出去之后一直躲在这儿，后来又花了2、3年把这儿变成了集中营。这些年他做的小心翼翼，根本没有人发现这里。我则崇拜地看着他，眼神亮晶晶的。黑老大的手举累了，见我也不反抗，只当我吓傻了。他收起手枪，安排手下的兄弟，你们先去干活，我在这等咱们的600万。说罢，他在不远处的摇椅中躺下。600万真的上钩了，不过是开着战地越野车来的。秦时夜一脚油门踩到底，直接撞碎了破旧工厂的墙壁，在黑老大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一车把他撞飞了出去。还好我没来晚，秦时夜拿着锋利的刀，瞬间划开我身上的绳子，拉着我就上了车。我连忙问，你报警了吗？秦时夜操控着车子，直接干碎了工厂的另一个墙壁。当然，他们就在外面等着。宝宝，你是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的？我言简意赅讲了过程。今天去做体检的那家医院，还有这附近的村庄，都有他们的势力。秦时夜的眼神逐渐变冷，跟对讲机一一汇报。汽车快速移动，忽然间我看到黑老大坐上一辆车，正朝反方向逃去。秦时夜看到前面那群富二代了吗？在那里停车，我打算抢他们一辆车玩玩。老娘很久没有飙车了，别的不说，就地形而言，谁都没有我熟。秦时夜笑着提议，就像在 A 市一样，比谁先拦截到那个黑老大。一言为定，我拦截了一辆花里胡哨的跑车。一旁的富二代小伙认出了我，激动的喔喔叫，借你们车一用。对了，警察叔叔一会要来查飙车，快点跑！富二代们递给我一个感激的眼神，上车就跑。我油门踩到底，600码是车的极限，不是我的极限。同一时间，秦时夜也急速追向黑老大。老大，后面有人在追我们，怎么办？黑老大猛擦汗，脸憋得通红。那你开得快一点啊！可是前面有个飞来的跑车，马上就要撞到咱们了。黑老大一惊，下意识抱头蹲下。小弟一转方向盘，车子脱离轨迹，生生掉到了沟里。我和秦时夜同时刹车，跑车因巨大的摩擦力产生了奔涌的白雾，不多不少刚好在车头相距1厘米处停下。爽！我撩着头发下车，迈着高傲的步伐走到秦时夜身边，迎着夕阳和白雾，如在 A 市每次飙完车后肾上腺素飙升，我们彼此拥吻，长久的稳坐吧。秦时夜从兜里掏出一个钻戒，宝宝，虽然场合不太美好，但我想趁着这份意境向你求婚，别拒绝我好吗？我抬起手示意他给我戴上。秦时夜目光如炬，迫不及待地给我戴上那颗钻石。他又补充道，还有我海外公司的赠与协议，你记得回去签字。滚！你想累死我？